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2004年的第一期，本来想说一下这个 archive 上的第一篇论文就是 archive 2401.00001。结果呢，昨天等了一晚上，你按照美国时间、中国时间，它也该上了，还是一直没有一直刷不出来。所以今天早上再刷了一下，发现有了是这位美女博士的文章。我们先看一下她发的文章，是一篇经济类的研究论文。叫 Sector Rotation by Factor Model and Fundamental Analysis 那么它是浙大的一个女博士写的论文，我就点开了想下载一下看一下，发现这美国人确实是这新年过得还是挺嗨的。你看没有是吧？还没有转换的也可能是服务器比较慢，因为它部署了新的 VPN 嘛，新的 CDN 所以现在呢这个还看不到这个论文，只有这个摘要只有这个论文的摘要。我们看一下论文的摘要那么论文呢是浙江大学的一位应该是经济学的女博士吧做这个投资组合分析量化金融的她这个论文题目叫按要素模型的和基本面分析划分的行业轮动。就这个研究提出了一种利用因子模型和基本指标的行业轮换分析方法。我们首先对行业进行系统分类，然后呢对其回报进行实证调查，通过因子分析，本文强调了动量和短期回归在决定行业变化方面的重要性。随后深入的分析评估了 PE、PB、EV to EBIT、股息、收益等指标我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开发基于这些基本指标的预测框架，经过严格训练后构建的模型表现出值得注意的预测能力。这些发现提供了对行业轮动策略的细致入微的理解，对金融领域的资产管理和投资组合具有重要意义。是用大数据深度学习来分析经济的这么一个论文，但是现在我们还下载不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位女博士的情况。这绝对是美女博士是吧？大家看看对女博士大家知道要求都不太高，但是这位看起来是杨润佳，浙江大学的这个在读博士生那么二座呢叫石贝宁或者是那他的在 ResearchGate 上的资料里边有他的论文数量有12篇引用呢也有几十次也是一个正在就是开启学术研究的这么一个在读博士。那么他的其他的论文我们也搜到一些很有意思。你看这是他的一个论文叫黄河流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时空的演化和预测。这是不是跟经济差得很远大家看到它是对黄河流域的经济的社会经济系统以及和植被的关系做的这么一个分析，也是一个数据的分析这么一个论文。看起来呢这个量化金融搞这个经济的这数学还是得跟上趟的要不然的话这写论文是不好写的因为大量的经济论文现在可能都是还是要数学，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深度学习和大语言就是大数据模型来做这个分析那么但现在我们下载不了具体文章，我们也看不到。本来呢想等着这个姚老师和可爱呆博士呢能放出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两天看来他们是在加班这个而且呢好像呆博士还有点小病，去医院看了看，现在呢还没有更多消息放出来。所以呢我们原来指望看这个2401.00001会不会是超导相关的论文或者是我们更感兴趣的论文，结果呢是中国的一个美女博士这个碰巧他的论文呢是今年的第一篇论文。那大家知道去年12月份 archive 上一共上传了多少篇论文吗？17700，我印象中是40来个，17740左右。2312这一个月17000多篇论文，没有到2万篇，但是也非常可观了实际上我这篇论文就是这个杨润佳博士的论文在读博士他发的时候他实际上是11月18号投的稿11月18号投的稿，大家能看到吧？那现在呢等于是才选上。那
到底是凑巧了啊，就 happen 啊，它就是碰巧是0.00001呢，还是这个 archive 特意有选择的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稍微选择一点的，毕竟是今年的第一篇论文嘛，所以这位美女博士啊，还是挺幸运的啊。当然，你说上传到 archive 上没有同行评议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这毕竟是第一步嘛，你要先发为敬，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啊，凯泰博士啊和其他的这个合作者、研究者，包括姚教授、包括刘建渣、包括老刀的论文啊，能尽快上传。那么现在导的消息是越来越确定，稍后啊。本来昨天啊，我想传另外一篇论文，我就想讨一个好彩头，把这个2401.00001跟大家好好聊聊啊。这个时间也比较短，看看。结果发现不行啊，没有。第一个是没有，昨天直到今天早晨这个论文才出来啊，早上吃早饭的时候还没有呢。哎，就是刚才，就是我们现在看北京时间不到10点啊，这个论文还没有转换成 PDF 格式，还只有一个概要啊，其他格式的也没有。啊，那现在呢，就是昨天啊，我看了这个宁波，这前2天就知道，就是宁波的材料所的论文啊，我们之前也讲过，我印象中应该是9月底吧，9月20几号，宁波材料所那篇论文，关于呢，就是因为铜氧的这个，因为掺铜之后啊，这个铜氧键啊，整个这个铅磷维石结构发生变化，它发生了晶体塌陷，造成了很大的内部压力，可能导致超导或者其他的光学性能。这篇论文啊被 Physics Review 收录了，刊发了，所以现在呢，这又是一个比较中或者是偏导的这么一篇论文啊。那现在不是说 LK99 已经锤死了，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对 LK99 这个定义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呢，就是罗老师说那个广义的 LK99 或者魔改的，大家在这个体系下做的，实际上方向还是很那个。那原始的这篇宁波的论文啊，它实际上是完全基于狭义的 LK99，就是12307那篇论文。一会儿跟大家再聊这个啊。那好的，关于2401.00001啊，2024年的第一篇上传 archive 的这个论文啊，和大家简单聊聊。谢谢大家收看，再会。